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实用中文播客。看今日中国，学实用中文。我是李老师。我是麦克。不管你现在是在家里、在车里、在健身房，还是在外面散步，欢迎来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。李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上期我们聊完怎么写简历，我回去把简历认认真真改了一遍，加了照片，加了出生日期，自我评价也重新写了，然后发出去。这周收到了3个面试邀请。你看，简历对路了，效果就出来了。那现在简历这关过了，你高兴了几天？高兴了大概半天，然后就开始紧张了。因为我意识到，简历我可以慢慢改，可以反复调整，但面试是当场的，说错一句话，没有机会收回来。这个紧张是正常的，这说明你认真对待这件事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在中国面试让外国人失误的地方，往往不是专业能力的问题，而是一些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细节。什么样的细节？比如，你进门之后，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说你好，然后握手。握手在中国职场面试里是合适的，但有一点要注意，那就是力度不能太用力，像要跟人掰手腕一样，这会让对方觉得有点被压迫。也不能太轻，轻轻碰一下就松开，对方会觉得你没精神或者不重视这次见面。就是自然稳定的握一下，传达出你是一个踏实的人。握手的力度，这个细节我真的没想过。我以为握手就是握手，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个考量。那眼神儿这件事呢，我平时说话习惯直视对方，这个在面试里合适吗？直视是对的，表示你认真真诚，但有一个度的问题，不能一直盯着对方，眼睛不眨眼，那会让对方感觉不舒服，有一种被审视的压迫感。说话的时候看着对方，表示尊重；对方说话的时候，你看着对方，表示你在认真听。但偶尔可以稍微移开一下，看一下对方的鼻梁或者嘴的方向，然后再回来，显得自然，不像在瞪人。眼神要有交流，但不能变成对视比赛，这个分寸我需要练习一下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听说线下面试要带纸质简历，就算已经发过电子版了，也要带一份打印的，对吗？对，而且递的时候要双手递。双手递东西在中国文化里表示尊重和郑重，你单手递给对方，对方不会觉得你失礼，但双手递会让对方觉得你懂规矩。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，但印象分是真实加上去的。双手递简历，这个动作在中国其实很多场合都适用，不只是面试、递名片、递东西给长辈，都是这样，对吗？对，是一个通用的表达尊重的方式。在职场里养成这个习惯，很多时候会让对方对你有好感，你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为什么，但就是觉得这个人有礼貌，可以打交道。好，坐下来之后，是不是面试官会马上开始问工作上的问题？通常不会马上进入正题，会有一段破冰的时间。破冰就是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先随便聊几句，把2个人之间初次见面的紧张感化掉，就像把冰融化一样，让气氛变得放松一点。面试官可能会问：你住哪里啊？过来方便吗？或者问：今天外面冷不冷？要不要喝水？这类问题我以前觉得就是随口问问就回答，不远、不冷、不渴，然后等着进入正题。这是很多外国人的第一反应，但这段破冰时间其实是一个机会，你可以借这几句话让对方对你多一些了解，同时传达一些对你有利的信息。比如他问过来方便吗？你可以说挺方便的，我住在某个区，坐地铁直接就到了。这句话听起来是在回答交通问题，实际上传达的是你在这个城市生活很稳定。就是把一个随意的问题
变成一个展示自己的小窗口。那如果他递水过来，我不渴也要接吗？接过来放在旁边，哪怕一口不喝。这个动作是在接受对方的好意，是一种礼貌的回应。拒绝的话虽然没有错，但会让气氛少了一点温度。细节真的太多了。好，正式进入问题环节。面试官一般会问什么？关于工作经历、职位的理解、未来的规划，这些比较正常，大家都预料到。但在中国，特别是一些规模不大的本土公司，面试官可能会问一些西方职场不会出现的问题，比如你结婚了吗？有孩子吗？家里是做什么的？对，这类问题我就遇到过，当时真的愣了一下，不知道该不该回答。因为在美国，这类问题是明确不能问的，问了可能会涉及歧视。你的反应完全可以理解。在中国，虽然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不怎么问了，但在一些比较传统的企业，问这些不一定是恶意，是他们在用这些信息给你拼一幅完整的图。拼图就是把这些零散的个人信息拼在一起，推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稳不稳定，有没有长期留下来的可能。对，就是这个逻辑。所以遇到这类问题，不要表现出抵触，也不需要觉得对方是在刁难你，用自然的方式回答，然后把话题引回对你有利的方向。比如他问你结婚了吗？你可以回答结婚了，我太太也在上海工作，我们两个都打算在这里长期发展，顺带把稳定性这个问题一起解决掉。这个回答方式非常好，既诚实又聪明。用一个回答同时传达了两个信息，回答了他的问题，也消除了他可能有的顾虑。这种把话引向有利方向的能力是很有用的技巧。那如果是真的不想回答的问题呢？有没有不得罪对方又能转移话题的方法？有，用一个模糊但不失礼的方式带过去，然后自然的转移。比如他问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，你可以说我父母已经退休了，在家享受生活。对了，关于这个岗位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。就这么转过去，不让对方觉得你在抵抗。温柔的转移，不让对方觉得被拒绝，但你已经绕开了那个问题。好，这期词汇、面试官、破冰、双手递、感谢信，评论区的链接里都整理好了，文稿和词汇表都在，一会儿去翻一下就有。好，那说完了线下面试，我们聊聊线上面试。线上就是通过网络用视频来进行的面试。现在很多公司第一轮会先做线上面试，虽然方便双方，但有一些线下面试没有的挑战。我做过几次线上面试，最头疼的是，我应该看摄像头还是看对方的脸？看屏幕感觉比较自然，但我知道这样对方看起来我好像一直在往下看，感觉眼神没有交流。这是线上面试里最经典的困惑。答案是看摄像头。你看着摄像头说话，对方感受到的是你在直视他。虽然你自己感觉很别扭，因为看不到对方表情，但这是让对方觉得有交流的唯一方式。可以在摄像头旁边贴一个小东西，提醒自己说话的时候看那个位置。我上次就是这么做的，确实有帮助。就是一开始很不习惯，感觉在对着空气说话。习惯需要练习，提前找朋友视频聊一聊，练个几次，到正式面试的时候就顺多了。除了摄像头，背景也很重要。背景就是你身后那个画面，对方全程都能看到。背景这件事，我吃过亏。有一次面试，我坐在床边，身后有衣服搭在椅子上，虽然不是很乱，但看起来不太专业。背景最好是一面干净的墙或者整齐的书架，
说假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能让对方觉得你爱学习、有深度，哪怕只是下意识的，这种印象也是真实存在的。书架作为背景，是在用环境帮自己说话，不需要开口，对方已经多了一个正面印象。那光线这件事呢，我知道背光会让脸看起来很暗，光要对着你的脸，不能从你背后来。窗户在你侧面或者正面都可以，背后有窗户就麻烦了，你整个人会变成一个剪影，对方只能看到轮廓，表情全看不到。那种状态下谈什么都没有用，因为人际交流很大一部分是靠表情传递。背光等于把自己的表情全遮掉了，对方只能听声音，少了非常重要的一半信息。好，万一网络断了，临时掉线了，该怎么处理？第一反应是不要慌，马上通过微信或者短信发消息给对方，就说不好意思，网络出了一点问题，我马上重新连接。语气要稳，不要显得很慌乱，因为慌乱会让对方觉得你在压力下容易失控。处理好之后重新上线，简单道个歉，然后接着继续，不要反复解释，一次道歉就够了，说太多反而显得事情严重。一次道歉，然后继续，不要让这件小事占据太多时间和注意力。对方看到你处理的镇定，反而会觉得这个人临场比较稳。对，处理突发情况的方式，有时候比面试回答本身更能说明一个人的状态。好，面试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件很多外国人没做，但效果很好的事。感谢信。对，面试结束，回去之后，当天或者第二天，给面试官发一条简短的消息，不用长，2-3句就够。感谢今天的时间，提到你对岗位或公司的某个点印象很深，然后说期待您的回复。关键是要提到具体的内容，不能是群发的那种模板，要让对方看出来消息是专门写给他的，要和今天的对话有关联。这条消息是在体现一种叫做人情的东西，人情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情分和礼数。你发了消息，对方会觉得你有礼貌、有心，而且做事有始有终。人情在中国职场里是真实起作用的东西，不是虚的，是会影响对方的印象和判断的。我工作这几年感受越来越深，能力差不多的人，人情做得好的，往往更顺。你说的非常准确。这不只是在找工作的时候，是在中国职场里长期都适用的逻辑。能力决定对方要不要见你，但人情和细节决定对方最后选不选你。所以，面试从进门到结束，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建立好感和信任，不只是在展示专业能力。专业能力是基础，但好感和信任是最后一步的关键。对。用一句话总结，让对方觉得你有能力，同时让对方觉得跟你工作会舒服，这2件事都做到了，那面试基本就成了。跟你聊完，我没那么紧张了，感觉知道了游戏规则，就没那么慌了。这就对了，游戏规则搞清楚了，剩下的就是认真玩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在中国面试时遇到过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？不管是不知道怎么反应的，还是很有意思的，都可以去评论区说说，我们很想听。对，特别是那些当场懵了的问题，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，说不定能帮到下一个遇到同样问题的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